在不少科幻电影中都有科学怪人的角色，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谁呢？可以在弹幕里面交流一下。其实在上世纪，科学怪人时常出现在各种电影与小说当中，他们有些为了自己扭曲的理想，而有些是因为研究某种科学而走火入魔。那今天咱们讲的这个也是个非常极端的人，而他要研究的项目就是让所有生物复活，包括死去的人类。最终由于他的丧心病狂，自己也离奇失踪。那么这位科学怪人是如何让尸体死而复生的？他又为何会下落不明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这个人的世界吧。这名科学怪人名叫赫伯特·维斯特，他是一个身材瘦小、戴着眼镜、看上去很斯文的年轻人。虽然他才华横溢，但是很傲慢，尤其是对于生命缺乏尊重，所以这恐怕也是他跑偏的重要原因了吧。赫伯特就读于米斯卡托尼克大学的医学院，他声称自己可以战胜死亡，这样那样的疯狂言论使他遭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挤跟嘲笑。所以赫伯特只有一个朋友，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助手，两人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复活实验。不过这位朋友的身份未知，只知道他是后来叙述整件事情的人。根据这位匿名朋友的描述，赫伯特发明了可以使尸体复活的特殊溶液，随后他们俩就开始在动物身上做实验，为此还杀死了大量的兔子、豚鼠、猫、狗和猴子，试图进行复活。全体师生纷纷指责赫伯特这样是不尊重生命的行为，这自然让他成了医学院的头号麻烦。不过这些实验还是被证明有成功的可能，因为一些死亡的小动物还真的出现了微弱的生命迹象。赫伯特很激动，这至少说明了自己的实验确实是行得通的，只要继续研究下去，把人类复活完全是势在必得。和许多疯狂的科学家一样，赫伯特非常的执着而且自恋，他坚信所谓的灵魂只是一种神话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化学和物理上的过程，除非尸体真正开始腐烂，不然只要人体组织的状况良好，复活就是可行的。所以赫伯特开始寻求极端的新鲜尸体。当小动物刚刚去世，他就会将自己开发的重生溶液注射到血液中，但是说到底，动物和人类的生命情况自然是不相同的。赫伯特无法满足于只在动物身上做实验，他想在死亡真正来临之前恢复人类的活力。但当时每具尸体都会经过防腐处理，上哪里去找到最新鲜的人类尸体？又要怎样进行这种不道德的实验呢？于是这位匿名朋友自然就成为了赫伯特最好的助手。他们建造了一个隐藏的实验室，先是安排在一间破旧的农舍，后来转移到了秘密地窖里，方便他们进行实验或者处理尸体。此后赫伯特开始像食尸鬼一样到处打听当地的死亡通知，他想要的尸体要求还很高，必须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。首先要刚刚去世的，死者不能有畸形病，所有的器官必须都还在，而且没有进行过防腐处理。实验结束后，他们就会一把火烧了僵尸，以免有后顾之忧。然而赫伯特一开始就试图让人从死里复活，大多数的尸体只是复活了几秒钟，发出了可怕的尖叫声后再次死去，也有的尸体会成为疯狂的食人丧尸，情况五花八门。赫伯特认为这是因为大脑死亡后受损的结果，一旦实验失败，他就会大骂该死，这还是不够新鲜。在所有的复活过程当中，僵尸被注射重生溶液后就开始表现出特殊的迹象，比如第一次被复活的尸体竟然试图爬回坟墓里，还不停地用手刨地。还有一次，僵尸猛地爬起来，他就像个不会说话的野兽，行为非常野蛮，随后就打晕了赫伯特和助手，然后逃窜在各地，制造了几起大屠杀，最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还有一个僵尸从坟墓里爬了出来，为了防止他犯下可怕的罪行，赫伯特直接开枪打死了他。与此同时，当地殡仪馆人员发现离奇的死亡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，没有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坟墓接二连三的被挖掘，偏僻的地区还常有焚烧尸体的迹象。这种情况对于赫伯特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，为了实验样本能够足够新鲜，赫伯特从来都没有考虑过道德层面。助手也发现他好像逐渐对科学失去了原有的兴趣，开始沉迷于纯粹的变态。一天晚上，赫伯特设法将一具刚去世的尸体送到了解剖室，为了测试改良版本的重生溶液，注射完毕后，没想到僵尸居然睁开了眼睛，死死地盯着天花板，一脸惊恐未定的样子。不过这次的僵尸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，他只是瘫倒在那里。赫伯特的解释是，当时天气炎热，尸体不够新鲜，所以僵尸没能做出什么反应，留着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所以他又像往常一样放了一把火把僵尸给烧了。然而据说关于赫伯特的最后一个实验很特殊，首先实验对象是一名在事故中被斩首的飞行员，他的头部和身体被分开了，被注射了重生溶液后，身首异处的飞行员竟然也能复活。他伸出了双臂，摆出一种绝望的姿势，应该是身体在回想到了生前的最后一幕。飞行员拼尽全力在摆脱坠落的飞机，不仅如此，
他还能够理解赫伯特在对他做什么，还说自己想要渴望报复，甚至能够让其他僵尸当他的手下。赫伯特从中也得出了重要的结论，这些重生者似乎还保留了生前最后的记忆，那种面临死亡时的恐惧绝望。当他们被复活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恐惧的。其实这无疑也是给了赫伯特一个警告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他所复活的僵尸很有可能会联起手来扳倒他。不过此时的赫伯特早已没有了以前的目标，这些实验似乎激发了他对尸体的痴迷，甚至有人猜测他是为了自己病态的娱乐，放弃了一条正确的道路，转而尝试复活已经被分离的身体部位，仅供自己玩乐罢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赫伯特的所作所为也完全印证了这句话。虽然他一步步完善了重生的方法，但是实验产生的僵尸逐渐不受控制，成为意图进行大屠杀的暴力僵尸。最终他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，被自己亲手复活的怪物们撕碎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其实说了这么多，肯定有部分小伙伴已经知道了，这位科学怪人就是出自克苏鲁之父洛夫克拉夫特之手。其实当我第一次听说克苏鲁神话的时候，我还不太敢相信世界上竟然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恐怖的世界，未知的东西果然是最迷人的。今天视频里面的很多片段都是出自于《活跳尸》这部电影，这是1985年斯图尔特·戈登将科学怪人赫伯特改编成的惊悚片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看过？看过的可以在弹幕里面现身说法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搜一下完整的片源去看看。喜欢猎奇的朋友也绝对可以大饱眼福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，也不用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那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